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会晤，这是近10余年来菲律宾总统首次访问白宫。双方谈到了南海、台海等议题，并进一步升级了美菲的军事合作。观察认为，菲律宾实际上已经被华盛顿绑上了美国的战车。不过，马克思仍试图尽力避免选边站。在赴美国的飞机上，他告诉记者，菲中将讨论南海的捕鱼权，并且他不会允许菲律宾成为军事行动的中转站。这是拜登与马克思继去年联大期间会面后的第2次面对面会谈。在椭圆形办公室会晤时，双方重申了美菲数十年的安全同盟关系。拜登表示，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御承诺如铜墙铁壁般坚定。马克思则强调，美国作为菲律宾唯一条约盟友的重要性。The United States also remains ironclad in our commitment to the defense of the Philippines, including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Philippine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goals. We need to find many ways to strengthen our alliances and our partnerships in the face of the new economy that we are facing post-pandemic. Beyond that, there are also the issues, geopolitical issues, that have made the region where the Philippines is possibly, arguably, the most complicated geo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world right now. And so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for the Philippines to look to its sole treaty partner in the world to strengthen and to redefine the relationship that we have. 外界注意到，拜登重申了两国在72年前签订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而据菲律宾媒体此前报道，马克思此次访美，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希望能促成两国重新巩固同盟关系，包括可能修改存在已久的共同防御条约。过去有这么一个条约，但是呢，一直处于一种休眠的状态。然后通过这种把休眠条约唤醒的这个操作呢，就变成了一个新的地区的双边的安全承诺。尽管菲律宾此前屡次表态不想在中美间选边站队，但美菲会谈的基调还是由华盛顿主导。事实上，马克思在启程访美前曾表示，我这次访问的优先事项之一是推动美国和菲律宾之间更大的经济接触，特别是通过贸易和投资以及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内的合作。而根据会晤和联合声明内容显示，美国正试图以菲律宾为代价，以达成美国自身在亚太地区的诸多关键目标。根据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双方期待建立菲律宾、日本和美国，以及菲律宾、澳大利亚和美国的3边合作机制。拜登还将派遣总统贸易和投资代表团前往菲律宾，以加强美国企业对菲律宾创新经济、清洁能源转型和关键矿产以及非粮食安全领域的投资。但与此同时，声明中也写入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南海的航行和飞行自由，以及尊重各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符合国际法的主权权利的重要性。两人还确认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至于说这个美国这次开的诱惑呢，除了这个经济上的一些支持之外呢，主要还是想帮这个菲律宾重建它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具备一定的大国对抗的这个军事能力所以说这个对菲律宾的诱惑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过去呢，菲律宾曾经一度就是在越南战争结束之后呢，它是地区主要的军事力量。美国对菲律宾的拉拢意图明显，背后的原因并不难找。半岛电视台指，此行是菲律宾总统10多年来首次正式访问美国，也恰逢拜登政府推动对抗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在华盛顿看来，菲律宾是一个潜在的部署火箭、导弹和火炮系统的地点，以介入台海局势。纽约时报指，美国正试图巩固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地位，以对抗中国，并就台海问题制定应急计划。但中国仍是菲律宾的最大贸易伙伴。马克思在前往华盛顿的飞机上告诉记者说，我们不会允许菲律宾被用作任何军事行动的中转站。他还透露，中国已同意与菲律宾讨论南海的捕鱼权，并将就海洋事务分歧建立直接沟通管道。
而在菲律宾国内，也有人对菲律宾向美国开放的军事基地是否会被用于台海军事行动表示担忧。据菲律宾星报报道，4月19号，菲参议院就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展开听证会。马克思总统的姐姐参议员艾米·马克思在会上提出了美国在菲存放武器并用于台海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罗回应说，菲律宾不会允许美国在菲军事基地存放武器用于台海军事行动，也不会准许美军军舰飞机在基地补充燃料、维修或重新装备。他邀请美国入局呢，就是希望美国能够在南海拉他一把给他撑腰。但是这个东西有得必有失啊，就是说你想在这个问题上得到美国的帮助的话，那美国肯定会对你提出要求，比如说他在比较靠北、靠这个东边的这个基地，他就能够说对这个台海地区形成一定的辐射实际上呢，双方对这个选址呢都是心知肚明的这个彻底不卷入。我觉得从技术上呢也是很难做到的。就在美菲元首会面当天，菲律宾国内的抗议者在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根据媒体发布的现场画面，数百名菲律宾抗议者聚集在美国使馆外，抗议美菲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向美军开放更多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抗议者们举着反对美国军队和基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横幅，还有人举着美国军队立即离开菲律宾的标语。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冰。陈先生您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与拜登会晤，发表了联合声明。那您怎么看他的访美之行？为什么他的访美优先事项从经贸变成了军事合作呢？主持人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与拜登会晤前说呀，他此行的目的不仅要与美国建立更牢固的关系，更要推动美菲间的经济接触。特别是要通过贸易、投资以及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合作。但是马克思和拜登会晤以后他的访美之行的主要议题就变成了美菲军事合作。双方除重申所谓共同防御南海的重要性外，也进一步的升级了美菲的军事合作，甚至还说要共同维护台海安全。菲律宾总统为什么要变调了呢？大概主要有2个原因：一是他见拜登前说的都是假话。他在去美国的飞机上还说不允许菲律宾成为美国军事行动的中继站，看来都是假话。二他是想从美国那儿得到的，比如说扩大经贸、增加对非投资等等，美国给不了，所以他方面的优先事项便从经济变成了军事合作。美国拉拢菲律宾原本就不是在经贸上有什么合作发展，而是要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作为其印太战略的一环，来制约中国干涉南海、台海事务。从美菲两国联合声明中看美国想要的全有了，菲律宾想要的只有一点点，就是美菲加强军事合作，包括给菲律宾3架运输机、派遣巡逻艇什么的。经贸上菲律宾好像什么也没得到，连口惠都没有得到。可以说马克思的访美与韩国总统尹锡悦一样，是兴冲冲的去，灰溜溜的回。韩国总统尹锡悦访美后，把韩美华盛顿宣言鼓吹为第2个韩美相互防卫条约，但韩国民众一点儿兴奋不起来，反而担忧韩国正成为美国新冷战的推手。您对此怎么看？韩国总统尹锡悦的访美之行除了一份华盛顿宣言，真的没得到什么。因此韩国政府便高调吹嘘这个宣言，什么意义非凡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大概是想掩饰总统访美成果不多。就说这个华盛顿宣言有实质意义的只有一条，就是美国同意定期向韩国部署美国战略核潜艇，作为回报韩国同意不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所以有韩国网民说尹锡悦总统给了美国想要的一切，而美国给韩国的就是一艘核潜艇的不定期，还要看美国的脸色。尹锡悦方面等于是自降身段、自荐角色，臣服于美国的战略需要。韩国本来在朝鲜问题、在中美关系上、在中日美3边关系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现在好了，加入到美日阵营，这个美国强化了在东亚、在亚太地区的力量，韩国则成了无足轻重的角色，就像一个跟班的。而且美日韩更紧密的联盟将与中国、俄罗斯、朝鲜直接对立，估计对韩国经贸会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因此尹锡悦访美在韩国引起了广泛的批评，说他
打着安全的幌子，给韩国带来了更大的不安全。美日韩呢靠拢越近，朝鲜半岛的核风险就越高，而且呀，韩国呢成了美国新冷战的推手和棋子。韩国原本呢要竭力的避开新冷战的，那么在中美间呢保持等距离是最符合韩国利益的。但现在呢，尹锡悦政府却在推动新冷战，因此呢，韩国民众对国家沦为受控制不自主感到担忧，为韩国的未来感到焦虑，在安全和经济上呢都很沮丧。尹锡悦政府的冒进会给韩国带来很大的麻烦，今后呢将一一呈现，我们拭目以待。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